回家過年，路上高速堵車，一輛邁巴赫卻在高速路應急車道一路疾馳，直接撞上我的車。駕駛室的男人指着我鼻子大罵：你他媽會不會開車？不知道轉彎讓直行嗎？我疑惑：我車出現故障本該走這裡，是你違反交規，怎麼還怪起我來了？交規？男人一臉囂張：在江城老子就是規矩，你開的這破大眾，連老子這台邁巴赫的車輪子都買不到。男人拿出棒球棍砸在我車上，還要打斷我的腿，讓我賠償。我冷笑道：這車確實是大眾，可你再看看這車上的特別通行證呢？聽見這話，他們打量了一下我的車。我這輛車全車做了防彈防爆處理，被撞也只是外殼凹陷，車內無礙。可他半個車身都碎了，4個安全氣囊全爆，大概是見自己的邁巴赫連一個大眾都撞不過，車主很是生氣。你他媽一個破大眾還裝上了，知不知道我这車多少錢嗎？都夠買你命了。買我命？我擰眉，嗅到了一股酒精味，心頭了然。那我還真不知道。聽見這話，邁巴赫車主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嗤笑道：老子跟你一個沒見識的窮逼說什麼？趕緊打電話找親戚朋友借錢吧。明明是他違反交通道法，在應急車道上以200碼的速度狂飆，看見我已經併入應急車道，也絲毫不減速，囂張無比地撞了上來。現如今卻倒打一耙，把罪過怪在我身上。聽見這話，我冷冷一笑：我借錢賠償，我看是應該你來賠償吧。非緊急情況，不得佔用應急車道。更何況，你還開着這麼高的速度，起碼200碼了吧？看見我也沒有減速，直接就撞了上來。等交警來處理，肯定是你的全責。聽見這話，邁巴赫車主不怒反笑：我的責任？你知道我剛從哪裡過來嗎？江城交通局局長的家裡。你說交警來了，是幫我還是幫你呢？撞你怎麼了？我的車連江城的市委大院都暢通無阻，這麼多年，你是第一個敢攔在我面前的人。他的唾沫星子四濺，我皺眉往後退了好幾步。他卻以為我是害怕了，直接張狂大笑。從副駕駛上下來的女人也整理好凌亂的衣服，一臉不屑地看着我。老公，別搭理他這樣的社會底層。就他這樣的，別說交通局局長了，恐怕見到一個普通交警都要打怵。我嗅着鼻尖那酸臭的酒精味，冷冷一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倒想看看，交警來了，是我害怕，還是有的人害怕？說完，我點了一根煙，掏出手機剛想撥打電話，卻被邁巴赫車主一臉焦急地將手機奪了過去。老子這種大人物沒時間跟你個小癟三掰扯，你趕緊打電話讓家裡湊錢。我剛從部隊轉業回來，確實不知道江城有什麼大人物。不過再大的人物，在這一省之地，應該都沒我家老爺子大吧。我擰眉，一把將他推開，將手機搶了回來。我再給你重複一遍，要賠錢也是你賠給我，你是全責，聽明白了嗎？被我推開後，我看見邁巴赫車主的臉色蹭蹭蹭的漲紅起來。操你媽！你知道我是誰嗎？我可是建工集團的高老二，你居然敢推我！周圍一同被撞的車主聽見這話，立即的驚呼：高老二！平常這高老二就仗着家裡的關係，囂張跋扈，目無王法。這倒霉小子怕得掉一層皮了。就是，聽說上次有個小伙子不小心衝撞了他，第二天直接就被打得半死，直接扔在警察局門口。周圍人的議論聲被我收入耳中，我語氣冷冽道：你自己先搶我手機的，你要再這麼胡攪蠻纏不賠錢，我就叫交警了。我賠你媽！高老二壓不住火，從車裡提了根棒球棍衝了過來。我不躲反衝，一手似鐵爪般抓在他手腕，另一只手抓在他的大臂，抓緊後齐齊一擰，便聽當啷一聲，棒球棒落地，高老二也被我反手壓在地上。操你媽！給老子放開！你會打有什麼用？出來混，
靠的是背景，講的是實力。信不信老子一個電話喊幾百個人過來和你打？高老二不斷掙扎着，語氣和態度很是囂張。聽見這話，我將他放開了，並不是我怕了，而是因為要是和這高老二繼續糾纏，會耽誤我回家吃年夜飯。況且大過年的，我也懶得和他計較，算我倒霉，我們各自修自己的車吧。我壓下心頭的怒意，高老二的女人卻以為我慫了，指着我鼻子罵道：小畜生，上一個敢惹我老公的，墳頭草都已經3米高了，還想回家過年，你等死吧！他連忙一臉心疼地扶起高老二。高老二站穩後，獰笑地看了我一眼，打出去一個電話：江城高速公路，把他媽所有人都給我叫過來。聽見這話，周圍人都驚了，有幾個開貨車的司機連忙開口勸我：年輕人，你還不知道高總的實力，你趕緊給他道歉吧，不然你真的会被打死。对呀，你可別因為一時要面子，而把自己大好的未來葬送了。這高速公路上，你也跑不了啊！明明是高老二的錯，憑什麼讓我給他道歉？有錢有勢，就能無視王法，顛倒黑白，隨意踐踏別人的尊嚴嗎？如果這樣的話，我冷眼看向高老二，我倒想看看你怎麼弄死我。高老二氣得臉色一青二白，咬牙罵道：草泥馬，你這麼喜歡裝是吧？給老子等着！說完，他怒氣冲冲地回了自己車上。我對他放下的狠話毫不在意，回了自己的車，給老爺子發要晚點回家的消息。然而沒過1分鐘，我便覺車身劇烈震動，偏頭一看車窗，高老二咬着牙踩着油門，死死地在我車身一側，巨大的馬力把我的車子衝出去了幾米，死死蹭在高速護欄上，護欄外便是懸崖，一隻輪子已然凌空。他搖下車窗：草泥馬，你不是喜歡攔着我嗎？我他媽撞不死你！我臉色一沉，連忙啟動車子，想要踩油門避開。高老二見狀，重重地踩了一腳油門，更大的馬力抵在我的車身，高速護欄都有些頂不住，發出咯吱刺耳的聲音。高老二，你瘋了嗎？這是殺人！我殺人！高老二滿臉輕蔑，嘲諷道：你可不能亂說話，小心我告你誹謗！我這明明就是我剎車失靈，你又非要攔在我前面。哎，你放心吧，你死後為了感謝你用命救我，我會給你家人轉10萬塊錢感謝費的。哦，10萬塊有點多，你這條賤命3000應該夠了。哐當，高速護欄的劇烈震顫，眼看就要彎曲破裂。危在旦夕之際，我終於啟動了車子，一腳油門踩上，強大的引擎瞬間轟鳴，掙脫了出去。高老二見狀，滿臉驚恐，連踩好幾腳油門，這才剎住車。這時，一塊長長的碎玻璃被他碾壓而過，飛起來扎在了我的大腿上，我不禁咬牙。高老二怒氣冲冲地走了過來：操你媽的小畜生，我撞你，你居然還敢躲，差點害死老子！聽見這話，我氣笑了。他撞我，我還不能躲了？我不躲，難不成要等着被你撞下懸崖？在江城，我要誰生誰便生，我要誰死誰便死。聽見這宛如土皇帝的話語，我捂着大腿流血的大腿，冷笑着不語。高老二看了一眼，立即嘲笑道：啧，看着都疼，可我這人有強迫症啊，要不再給你另一隻腿上扎上一根吧。我輕輕抬眸，冷眼道：高老二，這裡這麼多人看着，頭上也有監控，你所有的不法行為都會被記錄下來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要這樣做，免得日後後悔。高老二卻像是聽見什麼笑話般大笑道：哈哈，你問問這些人，就算他們看着，他們敢去舉報我嗎？我看向周圍的那些人，他們立即眼神躲閃，更有甚者直接把自己的手機摔碎，一臉訕笑。高老二很滿意，又繼續嗤笑道：至於你說的監控，呵呵，這整條高速公路，包括半個江城，都是我建工集團修的，我想要讓它亮，它就亮，我要它暗，它就必須暗。在江城，我高家足以只手遮天。說着，他摟住自己的女人，一邊譏諷看着我，一邊掏出電話：我是建工集团高老二，3秒鐘，我要整個江城的監控乃至於紅綠燈熄滅。啪，2秒鐘不到，整條高速公路所有的監控全部失效。有人看着手機驚呼：我的天！我看着直播，剛剛整個江城的紅綠燈也都熄滅了。高老二昂首挺胸，摟住自己的女人：聽見了嗎，小畜生？我們這種上層人士是你得罪不起的。
上層人士。我冷笑幾聲，開邁巴赫就是上層人士了，那我開的這輛帕薩特豈不是特權人士了？哈哈。高老二和他的女人頓時哄笑不已。就你這輛20-30萬的垃圾大眾，還特權人士，笑死個人！就這破車，給我家狗開，我家狗都不開。聽見這話，我不由得搖了搖頭。誠然，帕薩特確實不貴，可這車上掛着的號牌和特別通行證可是無價之物，因為這輛車是我老爺子的座駕之一。我的老爺子是主政整個漢東省的一把手。高老二一句話能讓高速路監控失效，乃至於江城全城的紅綠燈熄滅，但我的老爺子一句話卻能讓整個漢東省燈火通明。他們這次惹錯人了。我冷着臉給老爺子的秘書打去電話，在知道有人如此無法無天，直接關掉整個高速路乃至於江城的紅綠燈後，秘書直接說會聯繫武警來處理這件事。話音剛落，高老二卻反手將我的手機搶走。操你媽！老子和你說話，你居然跟別人聊起天來了！高老二狠狠一腳踩在我的手機上，我眼皮跳了又跳，壓抑住情緒，等着武警來處理。這時候有2個交警趕來，先客氣和高老二打了聲招呼，來到我面前時卻板起了臉，小聲開口道：你跟他道個歉，我們會幫你跟他說說，這件事就這麼過去了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們，憤怒道：錯的不是我，憑什麼讓我給他道歉？交警臉色複雜，最終說了句：有些時候是非对錯不是衡量事件結果的唯一標準。我刚想說些什麼，应急車道上便有幾十輛面包車一路橫衝直撞趕來，從上面下來幾百個拿着刀槍棍棒的社會渣子，他們齊齊彎腰對着高老二恭敬道：大哥。高老二立即挺直腰桿，趾高氣揚嘲諷道：小畜生，我告訴你，在江城我們高家就是法，給老子圍住他！他身後那幾百個混混立即把我圍住，氣氛頓時緊張起来。我掃視了一眼四周，緩緩開口：高老二，數百人圍堵高速公路，這性質可就不一樣了。你現在把人撤走，那還來得及。聽見這話，高老二猛地衝我破口大罵道：裝尼瑪，在江城老子想幹什麼就幹什麼，你不是很會打嗎？老子這幾百個人陪你打，不僅是你，還有你的家人都要被老子收拾。男的送到煤礦，女的賣進窑子，這都是因為你這個小畜生，給我打！他話音剛落，數百人眼中冒着凶光，提着武器逼了過來。就在這時，轟轟轟，天邊幾架武警專用直升飛機轟隆隆飛了過來，將整條高速公路照得燈火通明。在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。我的天，這麼大的陣仗，這是要幹什麼？軍事演練嗎？大過年的，什麼演練需要用到這麼多的直升飛機？高老二也愣了愣，他卻想到了更多。能有權力動用這麼多武警直升飛機的，只有那位剛剛從其他省份空降漢東省的主政官，也是他們江城高家這段時間以內一直想要攀附的對象。都給我停下，等他們走了再打。腐敗與暴力都是從權力的土壤上滋生的，兩者是一對姐妹花。高老二雖然囂張，但他也只是對底層人士囂張，而對於比他更高的權力階級，他卻很是卑微，這是他乃至於整個高家的生存之道。聽見這話，我淡淡一笑，別提了，繼續打啊！你不是說在這江城你要誰生誰變生，要誰死誰變死嗎？來，衝這打！我指了指自己的腦袋，不屑地看向他們。操你媽！你等他們走了，你看老子打不打死你！高老二壓低着嗓音，用棒球棒指着我。怎麼，無法無天的高老二也有自己怕的東西啊？我故意當着所有人的面大聲開口，周圍的人群紛紛開始議論起來。高老二見狀，臉色極度難看。你他媽找死！你以為有武警路過老子就不敢動你了？他們在飛機上又看不見你，給我抓住他，先割了他舌頭，再打斷他的手腳。周圍的那些小混混立即听令地走了過來，其中一人甚至提着一柄西瓜刀，率先向我腹部捅来。我把冰冷的空氣一點點吸進肺葉，3步并作2步奪刀入手，在原地滑了個半圓，起了個太極劍中招架，斜睨着眾人。有人倒吸一口涼氣，臥槽，練家子啊，練家子又怎樣？難不成他能一個人打我們幾百個不成？得罪了我們老大，他只有一個下場，死。我冷笑一聲，拍了拍自己衣服上的灰塵，扔刀並非投降，而是我家老爺子派的兵來了。轟隆隆，頭頂上幾架直升機懸停在半空，探照燈打開，底下的黑暗瞬間被驅散，一根根降落繩落下，
無數荷槍實彈的武警官兵赫然從直升飛機上順着繩子爬了下來。都幹什麼呢？給我蹲下，原地爆头！被黝黑的枪口指着，在场的几百個小混混全都扔掉武器，抱頭蹲下，場面頓時被控制住。畢竟拿刀的永遠比不過那槍桿子和筆桿子的。高老二一臉訕笑着跑了過來，對着武警隊長討好道：各位隊長，這裡面是不是有什麼誤會？可別耽誤了各位隊長們執行任務。誤會？武警王隊長不屑地看了他一眼。這麼多人拿着刀子，你跟我說是誤會？真的是誤會，我們這是在彩排短劇呢。高老二眼珠子轉了轉，看見了一個熟悉的人。楊副隊，我是江城高家的高老二。上次住嘴！武警中有人害怕地看了我一眼。蠢貨，你現在不要說话，不然你提到誰就是在害誰。高老二一臉疑惑，似乎還不理解到底什麼情況。武警队長盯了一眼高老二口中的杨副队，臉上帶着笑来到我的面前。祁县同志您好，按照上级指示，我們特來接您回家過年，順便掃黑除惡，請祁县同志指示。听見這話，全場一片嘩然。高老二滿臉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臉上滿是驚恐與慌亂，似沒想到就連王隊長都要解釋我。在場無人回應，我淡淡地掃了一眼高老二，冷笑道：先把被人熄了的監控和燈給我亮起來。聽見這話，王隊長詢問清楚周圍的圍觀群眾發生了什麼後，眼神劇烈顫抖。當真是好歹！王隊長面容憤怒地看了一眼高老二，掏出了個電話打了出去。馬上給我把江城的所有監控和紅綠燈給點亮，聽好了，是所有。啪！高老二用了2秒鐘熄滅的監控，如今不到半秒鐘就點亮了。我淡淡一笑，撿起地上沾染了腥臊的西瓜刀，架在高老二的脖子上。你不是說在江城你要誰生誰便生，要誰死誰便死吗？來，現在給你機會，讓你殺了我。高老二見狀，滿是慌亂地跪在地上，哭嚎道：哥，我錯了，我剛剛就是裝逼瞎喊的，我不知道您老人家這麼牛逼啊，一句話能叫來這麼多武警同志。剛剛王隊長叫你祁縣等等，祁。高老二似乎想到了什麼，睜大了眼，眼裡滿是驚恐。祁少，我錯了，我真的錯了，您放我一馬吧。我看了一眼王隊長，笑問道：王隊長，你說他錯了嗎？王隊長板着臉，不苟言笑道：对與錯，應該交於法律來判斷。我點了點頭，呵呵一笑，用西瓜刀拍在他的臉頰上。聽見了嗎？我們這裡可沒人有資格說你錯了，是非對錯我不想和你解釋，你就等着法律的審判吧。高老二頓時哭了出來。祁少，對與錯不就是您一句話的事情嗎？我就是一個紈絝子弟，您看在我哥高小強的份上，饒了我吧。對，我哥和原來的趙老爺子很熟，您看在趙老爺子的份上，放過我吧。說曹操便到，一個梳着大背頭的中年人乘坐直升機趕了過來。老二，你能不能改改你那個囂張跋扈的性子？上面的領導都不知道說了你多少次了。我明白，高小強這是在借着罵自己弟弟，敲打我們，他們上面也是有人的。高小強一把將高老二護在身後，打量了我或王隊長一眼，見我的身位在王隊長之前，立即笑呵呵握手道：這位少爺你好，我是江城建工集團的高小強。我冷冷一笑，沒有伸手，而是來到車裡給我家老爺子打句電話，一來報個平安，二來我對江城的事情還不熟悉，要問問他準備怎麼處理。高小強見我對他不管不顧，眼底閃過一絲驚怒，但看向王隊長的一剎，又很好的收斂了起來。王隊長，我家二弟這是得罪了哪尊大佛啊？麻煩您指個路，事後我們高家一定好好感謝您。高小強想着這次的衝突不失為一個好機會，他們高家一直都想攀上新來的那位主政官的高枝，可是卻苦於沒有門路。王隊長可是那位的親信。王隊長冷笑不語，轉頭去到一旁開始疏散群眾，順便替交警梳理一下交通。高小強深吸一口氣，饒是養氣多年，連番被人無視，他也有些動怒了，沉着臉看向自家老二，質問道：你到底惹到了誰？高老二苦着臉：哥，我之前真不知道他是誰，但是我剛剛聽王隊長叫他祁縣，我要是沒記錯的話，那位老人家也姓祁。聽見這話，高小強直接睜大了眼。什麼？你他媽得罪誰不好，居然得罪他？高老二的女人也驚呼出聲。高小強皺了皺眉，連忙讓人把他帶走。高小強心頭一沉，拉着高老二來到我的車前，一下子把他按在那裡跪着，甚至拿起一根棍子狠狠打了幾下，打得他弟弟倒在地上嗚咽哭嚎，態度無比低下道：祁少，我弟弟實在是眼拙，沒有認出您來，你消消氣，今天所有的損失全部交給我們建工集團去處理，再給您買一輛比這更好的車，一輛不夠那就10輛100輛，只要您能滿意。正所謂不打不相識嘛。我們建工集團這麼多年，為江城的建設與發展
盡心盡力。如今您家老爺子剛剛主政漢東，我心頭暗自冷笑，先賠錢賠禮，然後再展示自己的價值。怪不得這建工集團能在江城叱咤風雲，原來背後是有這麼一個梟雄在呢。若是其他人，可能還真的化干戈為大洋了。可惜他們這次真的惹錯人了。這次我家老爺子來到漢東省，那可是提了尚方宝劍來殺人的。呵呵，好啊，那你現在就賠錢啊！今天晚上整個江城的損失全都由你們建工集团來買单，可以吗？听见這話，高小強還沒說什麼，高老二卻急了。整個江城的損失，期限你把我們建工集團當發財樹薅呢？是，我是得罪了你，但是要殺要剮你衝我來，我見命一條，大不了賠給你。高小強頓時皺眉，一腳踢在他的肚子上。給我閉嘴！看來我平時真是太慣着你了，居然讓你在齊少面前放肆。高小強咬了咬牙，齊少，等過完了年，我就把這個得罪了你的畜生送到監獄。但是您說的這個條件，我們建工集團真的不能答應。不是這錢我們賠不起，而是我們集團旗下整整有數萬工人，要是把這錢賠了，那這數萬工人的工資發不下去，可是要出事的。這是狗急了跳牆，數萬工人在他的手裡握着，賭我不敢輕舉妄動嗎？果不其然，剛剛還面無表情的王隊長聽見這話，頓時面色一變，轉身來到我的身前提醒道：齊少，老爺子還在家等着和你一起吃飯呢。現在確實不是動他們的時機。我點了點頭，冷冷地看了一眼高小強。行，那你就把現場所有人的損失都賠償了吧。不過你弟弟就別等着過年再送監獄了，現在就送吧。聽見這話，高小強面容一滯，他猶豫了幾瞬，咬牙道：來人，給現場所有人10倍賠償。說着，他帶來的人立即走向圍觀群眾。圍觀群眾起初還害怕地遠離，可等他們說是建工集團來給他們賠償時，他們紛紛議論起來。我的天哪，這年輕人是什麼身份？居然讓建工集團認災，還給我們賠錢！而且你們剛剛看見了嗎？那個囂張的高老二被自己哥哥打得好慘。建工集團不知道幹了多少壞事，他們的錢我可不要。我勸你們也不要高興得太早，這官二代和那建工集团高家肯定也沒什麼區別。也是，他們官商勾結，估計這次也是因為利益沒有分配均勻，這才鬧事的吧。聽見這話，高小強臉色一黑，看向我。齊少，我從小和弟弟相依為命，您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，讓他跟我過個年？你的份上？我冷冷一笑。高小强，你未免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有些重了吧？你弟弟可是打算撞死我，你覺得這件事有那麼好過去？你要是不送也可以，我現在就把我車上的行駛記錄視頻發給王隊長，讓他以故意殺人罪給你弟弟送進監獄。聽見這話，高小強那是又氣又恨，對着自己弟弟罵道：你居然想撞死齊少，我之前也不知道他是齊少啊。高老二委屈不已，高小強深吸一口氣，緩緩開口：齊少，您消消氣，我現在就送這個畜生去監獄。高老二含淚喊道：哥，我不想在監獄裡過年，會被人笑話的。我輕輕掃了他一眼。高老二，你要是不想坐牢的話，我教你一個辦法。你之前不是想撞死我嗎？你現在開着你那輛邁巴赫，把我們所有人都撞死，這樣你就不用坐牢了。混賬東西！我話音剛落，高小強便一巴掌打在高老二臉上，竟是直接給他打昏了過去的。齊少，我現在就把他送進監獄，您老爺子還在家裡等您吃飯，我就不耽誤您時間了。我玩味地看了他一眼，沒有說話，帶着王隊長上了我的車，帶着數十架武警直升機緩緩離去。我在後視鏡中看着高小強在我們離去後，面色蓦然恢復平靜。剛剛的憤怒是偽裝的嗎？王隊長，給我講講這個建工集團還有高家的事情吧。王隊長沉吟片刻，緩緩開口道：建工集團是高小強一手打造出來的，主要承接的各種工程項目，尤其是政府的工程，因此人脈寬廣，更是被人稱為高辦城。不過高小強最初卻只是一个菜市場的魚販。很快，車子行駛進省委大院，我也從王隊長的口中了解到了建工集團的各種事跡，尤其是他們背後的那些人脈與保護傘。當王隊長說到這個的時候，眉頭不由自主地皺緊了幾分。小仙，你之前一直在軍隊服役，所以有些事可能不太懂。這件事我建議是到此為止，老爺子剛來漢東省，根基還不穩固。他還沒說完，便被我打斷。王隊長，有些事我能等，你能等，但是百姓等不了。我就問你一句話，如果讓你去抓人，你敢不敢抓？聽見這話，王隊長一下子瞪圓了眼，氣勢磅礴道：敢。那就足夠了。我緩緩停下了車，拿着給老爺子帶的禮物走了出去。辛苦王隊長了，回家過年去吧。我看着早就聽見動靜，
在門口等着的老爺子笑着走了過去。10年了，你整整10年沒有回家過年了。我看着老爺子眼裡流淌的熱淚，不由得抱住了他。我知道，這一刻他不是那個雷厲風行的主政官，而是一個盼着兒子歸家過年的老人。然而我剛抱住他，老爺子卻話鋒一轉：既然回來了，那是不是該找個媳婦結婚生娃了？你李叔叔的兒子娃都上小學了。我嘴角抽了抽，這就是我為什麼過年不回家的原因之一。因為每次這個時候老爺子都會催婚。跟着老爺子進了屋，吃完年夜飯，我坐在沙發上詢問着老爺子如何看待這個建工集團的事情。老爺子立即沉下臉：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，他們背後的勢力連我都要忌憚3分，對他們我們需要溫水煮青蛙。我皺了皺眉：您都要忌憚3分，您可是提着尚方宝剑也要忌憚？傻孩子，政治不是簡單的打打殺殺，其中盤根錯節，合縱交橫，極其複雜。作為主政一方的官員，最重要的是維護地方安穩，其次的一些毒瘤和害群之馬再慢慢去除。這些話以前我聽過無數次，但就是聽不懂，也不想懂，才投身軍營。可是現在我沉吟片刻，緩緩開口：老爺子，如果我有辦法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收拾了他們高家，你会同意吗？聽見這話，老爺子臉上露出一絲詫異：你從小就不愛讀書，能有什麼辦法？我淡淡一笑：相信人民。在我的講述中，老爺子表情越來越驚喜。就在我說完的那一剎，他猛地一拍自己的大腿：就這麼幹，不愧是我兒子，真聰明。過了除夕就是年，這個年對於有的人來說過得很快，對於有些人來說卻是很慢了。比如高老二，這一天高老二實在忍不住，給自己哥哥高小強打去電話：哥，這都過完年1週了，什麼時候可以讓我出去啊？高小強沉吟良久：再等等，我收到消息，不久那個期限就要轉到江城公安局履職，到時候在歡迎宴上，我找機會和他求情。高老二委屈不已：哥，他就一個小屁孩，我們有必要這麼怕他嗎？高小強嘆了一口氣：你什麼時候才能長大？你要記住，我們所有的榮華都是建立在權力之上的，所以我們要敬畏權力，懂嗎？說完，他掛斷了電話，猶豫着給我打來電話：哪位？齊少，是我啊，小強呢？呵呵，聽說您馬上就要來江城上任了，我想着給您接風洗塵一下。對了，我弟弟他也知道錯了，每天都在監獄裡悔過，您要是願意的話，我讓他出來給您賠禮道歉。說完，他有些忐忑地等着我回話。聽見這話，我勾了勾唇，魚兒上鈎了。哦，是你嗎？你弟弟還在監獄呢？你也是的，當初我們就是一點小事故，你怎麼把你弟弟關這麼久呢？以後咱們在江城抬頭不見低頭見的，我對你們建工集團也很有興趣，是該吃個飯。聽見這話，高小強明顯有些驚喜，慌忙約定了時間，隨後就叫人放了自己弟弟。緊接着，建工集團大肆宣揚這個消息。3日後，我到江城的履職，他們隆重地接待了我，我卻當着所有人的面把高小強罵了一通，然後又讓人把老二關進了監獄。當天晚上，高小強來找到我，質問我為什麼要這樣。我冷冷一笑，讓他把建工集團30%的股份轉給我當做賠禮，不然我就一直這麼玩他們。高小強氣得身子發抖，可我卻沒有鬆口。又過了幾天，高小強低着頭來找我，說同意我的要求。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：識時務者為俊傑，你放心，我不會讓你吃虧的。有我在建工集團的市值起碼上升10倍。高小強勉強地笑了笑，他不是沒有想過抵抗我，但他背後的那些人見我如此紈絝，紛紛想要把我拉下水。當天晚上，我便讓人將高老二放了回去。次日，我派了個代表參加建工集團的股東大會，同時給建工集團旗下無數工人發放了1000塊紅包，並且向所有人公布建工集團每季度的收益，並說出只要大家努力上班，每季度收益的10%便拿給大家做獎金。所有工人歡呼不已，就連中层管理也很是高興，只有高层股東們面面相覷，咬牙切齒。我的這個行為無異於從他們兜裡掏錢，可迫於我父親的威脅，他们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裡咽。時間一天一天過去，我不斷提高建工集團所有工人待遇，他們所有人對我這個幕後大老板都很喜愛，可股東們卻恨得我牙癢癢。我的行為讓他們少賺了許多錢，很快他們實在受不了，聯合在一起想要把我踢出董事局，只給我分紅。出乎他們意料的是，我卻欣然同意，直接拍拍屁股走人了。哥，他這麼輕鬆就走了，不會有詐吧？像他這樣的紈絝子弟，什麼都不懂，還蠢得沒邊了，估計是見自己插手後，錢越來越少，拉不下面子了吧。高小強對我鄙夷不已，反手將我之前給工人的所有福利政策取消，甚至制定了更加嚴格的規章制度。工人們的好日子到頭了，一時之間怨聲載道。高家兄弟卻不以為意，他們只關心自己兜裡的錢，工人的死活與他們無關。然而這時，上邊傳來消息，有督察組入駐江城，
歡迎群眾舉報不法行為。立即有人去舉報高家兄弟，卻沒想到連門都出不去就被抓走。高家兄弟上下打電，花了不少錢才擺平了一切。一時之間，所有聲音頓時消失，海內升平。很快，督察組離去，高家兄弟鬆了一口氣，準備榨一榨公司那些工人油，彌補一下自己的損失。我卻上門了。督察組離開了，我幹的，你們的屁股我都給你們擦乾淨了。作為報答，你們是不是要給我點報酬啊？聽見這話，高家兄弟都很不服氣。高老二不屑道：你說是你擦乾淨的，就是你擦乾淨的。往年又不是没有督察組來过，我們還不是都擺平了？高小強語氣也有些不客氣。3成的分紅給你了，你還不滿意？這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？我眯了眯眼，看來是我之前太給你們臉，讓你們忘記自己的身份了。說完，我轉身離去，立馬便有警察上前將高老二抓走。沒過1個小時，高家老二被抓走的消息便散到了全城。督察組剛走，高老二便被抓了。這個信號讓某些被壓迫的百姓察覺到了機會，可是由於長期被壓迫，他們還在等，還沒有出現牆倒眾人推的現象。這時候，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抓走高老二的行為，讓高小強惱怒不已。這一次，他不打算向我妥協，而是要讓我看看他的實力。可他如今手上卻沒有錢去走動關係，只能先把公司裡面那些職工的工資拖着不發，籌集到足夠的錢後，找到自己的大靠山，然後打算向我開戰。可這時，意外出現了，他的車子還沒啟動，便被無數建工集團的工人圍住。因為我讓人給這些工人朋友們發布了一張致歉信，致歉信裡詳細寫道，不是我不想繼續給工人朋友們提供良好的待遇，而是高層裡面有壞人啊。於是積壓了許久的情緒被點燃，他們瘋狂地圍堵着高小強，讓他給一個公道。而江城的其他人又都知道我在收拾他們，所有人都不敢輕舉妄動。一時之間，高小強陷入焦头爛額的境界。就在這時，上頭又傳出消息，說中央督導組又返回江城了。這一次，被壓迫的人開始站起來響應了，因為他們覺得高家兄弟大勢已去了。他們帶着積壓許久的怒火與證據，訴說着自己的委屈。很快，專案組成立，連同高家兄弟和他們背後的保護傘，被我家老爺子以迅雷之勢連根拔起。等我再次見到高小強時，他的大背頭耷拉着，身上精致的禮服也被換成了髒髒的囚服。他紅着眼，神情激動。是你，都是你幹的，你為什麼要這樣做？就因為我弟弟得罪了你，你就設計害我們？我淡然一笑。你太高看你自己，也小看了我了。我的目標從來就不是你，而是你背後的那些人。這是你死我活的腐敗鬥爭。